他的名字在英文歌曲里面频频出现。他的造型火红了几十年。你好，我是陈学生。从今天开始为你介绍可能是过去式，但却不会流逝的流行文化。今天我要介绍一个我非常欣赏的人物。我的房间里面有一个叫做 Java Dreams 的海报，里面有4个人物，分别是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摇滚乐之王猫王、经典电影《北非谍影》的主角 Humphrey Bogart， 还有最后这位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永远都停留在24岁的反叛少年 James Dean。今天我会用 James Dean 的另外一个名称 Jimmy 来称呼他。出生在1931年 ，Jimmy 在1955年就去世了。当时候的他只有24岁，虽然他一生只出演过3部电影，但他却持续地影响着后人。不管是穿着打扮，或者是生活态度，都受到了许多人的崇拜，也慢慢地融入了这几十年来的流行文化。我真的没有在开玩笑，他的影响力真的非常大，在很多的英文歌曲里面都可以听到他的名字，像是这几首。It was like James Dean. Young James Dean. Some say he looks just like his father. Marlon Brando, Jimmy Dean, on the cover of a magazine. Not that she's Jimmy Dean of forward day. 那么我先来说说为什么我那么崇拜他吧。除了他很帅这一点之外，我最欣赏的就是他不受约束的态度。不管是穿着打扮，或者是人生故事，他的身上就是散发着一种很浓厚的、没有人能够取代的魅力。那么今天就让我简单的来介绍一下他身上有哪些吸引我的事物。白色 T 恤配牛仔裤是一个流行了几十年的打扮，直到现在街上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人这么穿。但这一个造型呢，它其实不是一直都理所当然的存在着的。在50年代以前的美国呢，大部分的男人都是这样打扮的，而 T 恤其实比较像是一个内衣的存在，所以在那个年代这样穿的话，其实是不符合主流文化的。但自从 Jimmy 在一部经典的青少年电影《Rebel Without a Cause》养子不教谁之过里面以这样的一身打扮现身过后，这个造型就红起来了，后来就成为了很多青少年们展现自我还有展现叛逆态度的流行打扮。 Jimmy 绝对是把 casual attire 带向主流文化的重要功臣之一，直到现在这个造型依然不会过时。Jimmy 最具有代表性的电影作品呢，是我刚刚提过的《Rebel Without a Cause》。这部1955年的电影讲述的是3个被家庭拒绝的青少年在24小时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还是美国最早期的青少年电影之一。它探讨了青少年们所面对的问题，他们的内心的想法，还有不同时代的人的价值观的冲突。它在荧幕上展现了青少年们所面对的同侪压力、对感情的探索，还有因为不被大人理解而搞得要离家出走的这种反叛。这部电影是当时很少有的探讨青少年内心的电影，所以这让当时的青少年们和电影的主角们产生了很大的共鸣。除了电影本身是一个反叛的存在之外，其实 Jimmy 也把反叛的形象带入了主流文化，而他也把反叛变成了一种酷。在开始了解 Jimmy 过后，我觉得他的身上围绕着一种死亡的气息。他在9岁的时候和 Jimmy 非常亲近的母亲去世了，而年纪小小的他就在火车上陪伴着装有母亲遗体的棺木回到家乡去。当时候的他和棺木被分隔在2个不同的车厢，而每次火车停下来的时候，他都会立刻跑到棺木所在的车厢去看，因为他很怕母亲的遗体会被带走。在成为了演员过后， Jimmy 认识了摄影师 Dennis Dock。Dennis 决定为 Jimmy 拍一个照片集，所以他们就来到了 Jimmy 的家乡去做客。在走到一个棺材店前面时， Jimmy 竟然脱下了他的鞋子，跳进了其中一副棺材。当时 Dennis 告诉他不要这样做，但 Jimmy 还是非常坚持的要 Dennis 为他拍照，于是就留下了这一系列的照片。我觉得当时的他不只是被所谓的死亡的气息围绕着，他也很坦然的在拥抱着他。刚刚我有说到 Jimmy 为流行文化带来了一场大改造，但其实他在他最具有代表性的电影《Rebel Without a Cause》上映之前呢，他就去世了。
其实除了演戏之外呢，他也非常的喜欢赛车，他也在一些车赛里面获得很好的成绩。我们现在来看看他在一个访谈节目里面所说过的一段话。Do you have any special advice for the young people who drive? Take it easy driving. The life you might save might be mine. 其实更为广泛使用的劝诫句子呢，应该是 The life you save may be your own。你所拯救的有可能是你自己的生命，但他却说成了请好好的驾驶。你所拯救的有可能是我的生命。而 Jimmy 就在访谈结束后的2个星期，在一个车祸里面去世了。看回这个访谈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特别讽刺，还有心痛。根据一些记载呢，他其实也曾经说过，他觉得自己不会活超过30岁。Jimmy 真的是一个让我非常心疼也非常欣赏的人物。虽然他的人生只有短短的24年，但我相信他所留下来的光芒永远都不会熄灭。在这里送上一个和他共事过的演员 Julie Harris 所对他做出的一个评语。I liken it to a kind of star or a comet that fell through the sky and everybody still talks about it. They say, remember that night when you saw that shooting star?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希望认识他的人可以继续爱戴他，刚认识他的人可以好好感受他的光芒。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看。YouTube 的朋友呢，可以按这里订阅，还有打开小铃铛。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在留言告诉我。我是陈学生，我们下个影片见，谢谢，拜拜。